接上集与此同时的管城中学书店里，商小飞和沈小军都看过了海童草拟的合同后，提了几点意见。海童填上去后，就把最终版本发送给战鹰，让战氏集团的法律顾问再帮他看看。咱们总要有个公司名吧？我是取名无能的人，咱们的公司名，你们俩费点脑子了。咱们经营的主要是蔬菜瓜果，就取个农贸公司吧，叫什么农贸公司？咱们3人合伙的，叫姐妹农贸公司吧。小飞，你也想一个，你是主力军呢。我暂时还没有想到。一名保镖走进来，打断了3个女人的话题。大少奶奶，周家人来了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海童，我们过来有没有打扰到你？有事吗？我们就是过来感谢一下，真的太感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的小宝就没有了。是呀，海童，昨天真的太感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小宝和洋洋可能都2个娃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我也不活了。阿姨，周姐，昨天你们已经道过谢了，洋洋是我外甥，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。要谢的，要谢的。海童，你有时间吗？我们请你吃饭，叫上你姐，我请你们姐妹俩去吃饭。对了，还有你们家的2名保镖。周姐，请吃饭不用了。明哥、浩哥，周姐一家人过来向你们俩道谢。昨天多亏你们救回了小宝，这些东西都是周姐买过来感谢你们的，你们收下吧。恩人呀，昨天真的太谢谢你们了。逗留了片刻，周家人不好再打扰海童，准备离开时，却在书店门口遇上了从海家村过来的海老头。你们来做什么？你个死老儿又想来败坏海童的名声是吧？你们又来做什么？我说你们家儿子都和海玲离婚了，还隔3差5跑来找海童做什么？想占便宜是吧？也不知道是谁老不要脸的，没皮没脸，带着一帮儿孙到处丢人现眼，想讨好处占便宜呢。你才老不要脸，没皮没脸的老贱人。你骂谁贱人呢？周红英吵架也是高手，听到海老头骂自己母亲是老贱人，他当即不客气地指着海老头破口大骂。原本是1、2个人的对骂，上升到2家人对骂，海童也不阻止，放任2家人针锋相对。没见过像你这个老不死那么无情无义心又黑的爷爷。海玲姐妹俩失去了双亲，都够可怜的了。你们分走那么多赔偿款，还霸占人家爸妈留下来的房产，你们全家都是黑心肝的人，是不得好死的。这不，你们家老太婆就遭报应了，得病了吧，甭治了，癌症呀，治着也是死的，赶紧去死吧，死了好向你们的儿子儿媳妇道歉。关你屁事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要你管？我们海家人的事跟你姓周的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是他姐妹俩不要脸回娘家争家产，你们家的家产分给你们女儿的吗？还不是留给儿子的，好意思说我们？我嫁的老公有本事，我有房有车有存款，娘家的家产我都让给我弟弟了，是我让的，听明白了吗？海童姐妹俩可没有说过要把他爸妈的家产让给你们，你们就是欺负人家无父无母了，还好意思说是一家人？有你这样的家人，海童姐妹俩那是倒了8辈子的大霉。明明说好了生不养死不葬的，有点事情就想让海童去干，看海童过得好了，还好意思来要钱。海童，听周姐的一句话，你钱再多都不要给他们1分1毫，你和你姐过得好好的，气死他们！他们吃了你爸妈的人血馒头，让他们等着遭到报应吧。头顶上那片天还是长眼睛的，老不死的！告诉你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等到报应来了，让你哭天不应喊地不灵，滚蛋吧！你们这些不要脸的混蛋！海童，把你们店里的扫把呀、拖把呀都拿出来给姐用用，姐帮你把这些不要脸的老混蛋赶走。海童和沈小军动作很快，一个拿了一把扫把，一个拿了拖把。海老头几人见势不妙，扭头就跑。海童，以后他们再过来欺负你，端着长辈的架子跟你要这要那的，你一个电话打给周姐，周姐过来帮你把他们轰出去。周姐、阿姨，谢谢你们帮我赶跑了他们呀。他们的车还没有开走。海童，你拿把刀给姐，我去把他的车胎扎个洞。海童笑了，上次海志文的车子4个轮胎都被他扎破了，再让人拖走。海志文今天又开了过来，看来上次给他的教训没有记住呀。算了，我自己去拿刀，厨房里有水果刀吧。很快4个轮胎全被周红英扎破。是我扎破他的车胎的，他要索赔的话，尽管让他们来找我周红英。海童，我们不打扰你做生意了，回去了。我对周家人一向没有好感，今天却觉得他们当了一回人呀。这叫做恶人就要让恶人磨。洋洋的奶奶被我爷爷坑了一笔钱要不回来，早就结了怨的，今天遇个正着，那是冤家路窄。海童拿起手机打电话叫人来拖海志文的车，嫌海志文的车瘫在他的店门口。
占地方。彤彤，他们今天过来，估计就是想跟你说，你爸不是他们亲生的，想让你们放弃和他们争房子。打官司的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去告他们霸占你们的房产了。我等个结果。他们今天来，除了可能说我爸不是他们的亲生，还有可能是跟我姐妹俩协商的。要是能协商，我也愿意协商，不用花时间打官司。什么结果？你告诉我。他们在我老家散布谣言说我爸不是他们亲生的后，我和战印商量对策，利用海之亲拔了我爷爷10几根头发，我和我爷爷做了一个 DNA 血缘鉴定，结果应该是这2天就能出来了。不错，永远拿证据，用事实说话，让他们无话可说。万一，彤彤，我说的是万一，你爸真不是他们家亲生的孩子，房产你们还争吗？我们继承我爸妈的房产跟我爸是不是他们家亲生的有什么关系？其实他们造这样的谣没有半点作用，只会被人笑话。叮铃铃，海彤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我老公来电话了，我去看看洋洋醒了没有。我也该回去了，合同若没有问题了，明天我就让人去跟村长们签合同，然后咱们的项目就可以开始了。他边说着起身告辞而去。老婆，战印，你想说什么？直接说，不用美男计的。你在笑什么？刚接我的电话时，我都听到你的笑声了。遇到什么好笑的事，说给我听听。没事，你不忙？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。哦，你要过来吃饭吗？我记得你早上出门时跟我说了，你中午有个饭局的，不方便过来吃饭。彤彤，我想你陪我应酬。我还没有完全出师，陪你应酬，万一出了差错，会丢你的脸。你跟着大姨学了一段时间，也该实习了。酒桌上的交际，我教你，放心，我不怕丢脸的。行，我现在过去。不过洋洋睡着了，我姐还没有过来。等姐去了你那边，你再过来。我跟客户约好的时间是中午12点半，在管城大酒店顶楼的总统套房里。好。我刚听说周家人去找你了。他们是过来感谢我的，正好我爷爷过来了，然后2家人吵了一架，周红英母女俩操着扫把把我爷爷他们赶跑，海志文的车胎又被扎破，是周红英扎的。周家算是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。我爷爷他们又找过来，估计就是想告诉我爸不是他们亲生的，想让我们主动放弃继承房产。我们不放弃的话，估计就会跟我们协商，不打官司也能拿回我爸妈的房产，那样最好不过了。我和我爷爷的 DNA 鉴定结果这2天能出来了，拿到结果了，看他们还怎么编下去。明天能出来了，我陪你去拿结果。好。彤彤，老婆，谁叫你了？我听着声音怎么有点像我妈的？是妈来了。老公，咱们先不聊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欢迎吗？没有的事，就是很意外。妈，请坐。彤彤，你现在能走开吗？陪妈去吃饭，饭后再陪妈去逛街购物。妈，你能略等片刻吗？我外甥在我店里睡着了，我姐还没有过来，等我姐来接她了，我才能离开。那就等等吧，洋洋的安全更重要一点。彤彤坐着呀，不用那样拘谨。妈，我先给战印打个电话，跟他说一声，我不陪他去应酬了。阿印让你陪他应酬？他说中午有个饭局。那你跟他说一声不去了。咱们婆媳俩没有在外面一起吃过饭，一起逛街购物，阿印也不好意思和我争的。好。海彤正想给战印打电话，战印已经打过来了。老婆，我妈去找你做什么？妈是想我让妈和你说。妈，你和战印说吧。阿印，你不用过来接彤彤了，我跟你借你老婆用一用，借用半天就可以了。妈，你这是要干嘛？也没干嘛，就是想和海彤一起吃顿饭，一起去逛街购物。我好像没有给海彤买过礼物吧，我带她去逛一逛，有喜欢的就给她买。是不是那些舌头长的人又在妈面前说是非了？唐君叶没有接话，算是默认了。妈要借我老婆就借吧，晚上记得还给我就行。放心，妈有自知之明的，不会霸占着彤彤不放的。最后他带着海彤去那些高档的场所扫货，买的东西全让保镖们拿着，大包小包的。婆媳俩用实际行动打碎了婆媳不和的谣言。接上集，隔天战家那对最有身份的婆媳俩逛街购物上了娱乐新闻。咱们的女儿眼光是很好的，就是可惜了她和战印有缘无分。战太太要不是护短，要不是在乎海彤这个儿媳妇，也不会亲自用行动来辟谣。她对海彤这个儿媳妇或许不是最满意的，但她维护海彤却是真的。咱们的女儿眼光自然是很好的，她和战印的事你也别再提起，战印现在是你的外甥女婿呢，老是提及小飞曾经得爱而不得，不太好。我也就是在您面前才会说说，在战印面前我不会说的。小飞的姻缘也不知道在何方啊。咱们的女儿那么好，
肯定会遇到一个只爱他一人的优秀男儿的。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战印一个好男人，战印再好，他不爱小飞，就算没有海童，小飞和战印也不会有结果的。勉强有个结果的话，也是苦果。咱们更该操心的是老二的婚事吧，他比小飞大呢。我现在算是理解战老夫人一把年纪还到处蹦跶了，操心他们家那几头猪没有白菜拱呀。身份不同了，一点事情都能上娱乐版的新闻。你们家那位可是宛城的商界大佬，战少，你和你婆婆的交集太少。最近你又是跟着你大姨出席各种聚会活动的，别人不就误会了？之前有位太太打电话给你婆婆，说你多管闲事，让你婆婆管一管你的事，你知道的吧？那些人无非就是想看到你婆婆对你不好，嫉妒你能嫁入战家这种顶尖级的豪门。我听苏南说，在战家大宅里，战奶奶和你婆婆说话是最有分量的，一个是老祖宗，一个是当家太太，在内宅里就是他们婆媳俩的天下。战奶奶对你的好那是没话说的，我看他老人家疼你比疼他自家孙子还要多，况且你是战奶奶介绍给战先生的，还是他老人家要求战先生娶你，替他老人家报恩，是他老人家把你拉入战家的圈子，他老人家护着你那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在战奶奶那里挑拨是非肯定行不通。老太太是我见过最精明的老太太了，她总是在笑闹中安排好一切，她安排的事到最后都能有个好结果。沈小军有苏南这个男朋友，现在吃瓜是吃在最前线的，知道的八卦比海童这个战家大少奶奶要多很多。除了战奶奶之外，别人不就把目光瞄准了你婆婆，想通过你婆婆来折磨你，达到破坏你和战少幸福的目的。婆媳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个大难题，以前的婆婆大都是欺负儿媳妇的，现在的儿媳妇则是不喜欢和公婆住在一起，容易闹矛盾吗？不住在一起，保持着距离，距离产生美，婆媳俩就能相安无事，他们共同爱着的男人也不用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。恰好你和战少并没有跟公婆同住，你和你婆婆交集的次数也少，别人就会猜测你们婆媳俩不好，也想坐实你们婆媳俩不好，甚至动了心思利用你婆婆来折磨你，所以就会有很多舌头长的造谣你婆媳俩关系不好。那些话传到你婆婆耳里，她忍不住了，就拉着你同框粉碎谣言。彤彤，你婆婆对你还是很好的，或许你未必是她心里的儿媳妇人选，但她会维护你，听不得别人老是造谣你们关系不好。说来还是我和我婆婆的交集太少，才会让别人有机会造谣。我以后多花点时间陪陪我婆婆，经常同框，经常互动，让那些想造谣的人都没有机会了。就是我公婆的感情很好，夫妻俩每天都像是连体婴一样，我怕我成了老夫妻俩的电灯泡呢。昨天逛了半天，我公公差不多是20分钟打一通电话给我婆婆，催她回家的。我公公还在电话里抱怨我婆婆有儿媳妇就不要男人了，还说我婆婆出门不跟她说，不带上她，说她可以跟着帮忙提东西的。我婆婆总要费点时间才能哄住她的男人，我们婆媳俩才能继续逛。希望我和苏南结婚几十年也能像你公婆那样，感情好的如同初恋。战印很宠我，是他们家的男人都宠妻，他的叔叔们也是很宠他婶婶的，原生家庭好，男人就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叮铃铃，海童的手机响了。白天不说人，晚上不说鬼，一说就来电了。你就美吧，战少工作那么忙，还能隔三差五给你打电话，可见他是真把你放在心尖上宠着的了。当然，我家苏南也对我不差的，还不是我家的，他还没有向我求婚呢。老婆，我在路上了，你等我10分钟，我就到了。你过来了，我自己去取结果就行的了。你工作忙？没事，也用不了多少时间。木马，我等你。老婆，我想你亲我的真人，而不是亲着你的手机。我家这位没你家那个好哄，因为战先生得到的多了，尝到了更甜美的滋味，自然就想得到更多的。海童的脸莫名的红了红。你和苏总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？他还没有向我求婚呢，他什么时候向我求婚，我就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他。放心，我这杯喜酒你是跑不掉的。10分钟后，海童听到了喇叭声，他跟好友交代了一下便起身出去。老婆，送给你。谢谢老公。你知道我爷爷他们现在住在哪家宾馆吗？拿到结果后，我直接去找他们，化被动为主动。我让人留意着他们的行踪，他们住在一家快捷酒店里。拿到结果了，我陪你去找他们。拿到结果后，海童拿出了手机，拍下了发给了姐姐。怎么样？鉴定结果显示我和爷爷是有血缘关系的，我爸就是他们家亲生的。真是亲生的呀？他们对你们的态度那样恶劣，我总以为不是亲生的。你似乎盼着我爸不是他们家亲生的。是他们做的太绝情，让人觉得你爸不是他们家亲生的一样。亲生的这样做真的太伤人心了。
我和我姐不就是被他们寒透了心，这辈子估计都无法和解的了。战印知道海老头他们现在住的酒店，他陪着海童，带着保镖团直奔那家快捷酒店。谁呀？我，海童。海童，你想做什么？哦，不是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跟你们协商一下，这也是你们这次过来的目的吧？协商什么？有什么好协商的？海童，我告诉你，你本不该姓海，你爸都不是我亲生的，我们收养了他，养他这么大，他没有报答我们就走了，留下的房子就当作是报恩了。你们也不是我的亲生孙女，咱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你还好意思和我这副老骨头争房产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协商的，打官司就算我输了，我也不会搬出去。几天前，海志钦是不是拔了爷爷的头发？那个兔崽子不知道发什么神经，说我头上有很多白发，要帮我把白头发拔了，被我赏了一巴掌。你怎么知道？是我让他去拔爷爷的头发的。是你让他干的，你神经病呀！拔我头发做什么？那个兔崽子，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海童，你是不是给了知青很多好处？我听说爷爷在村子里到处散布我爸不是你亲生的，我爸死了10几年，他无法再反驳你这个当爸的抹掉了父子情分，我这个当女儿的只好替我爸反驳一下了。我爸留下来的遗产按继承法，爷爷奶奶是能继承一部分的，打官司或者协商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爷爷奶奶只要不贪心，也不至于闹成今天这样。我让海志钦拔了爷爷的头发，是拿去做 DNA 鉴定，我爸是不能再和爷爷做这个鉴定，不过我和爷爷做这个鉴定也是一样的。今天结果出来了，我刚拿到的，还新鲜得很。DNA 鉴定结果显示，我和爷爷是有血缘关系的。爷爷不懂这个没事，你的孙子们懂的。你让你大孙子跟你普及一下这种鉴定。爷爷还要说我爸不是你亲生的吗？我爸妈活着时对你和奶奶那样孝顺，你们的心都是石头做的。为了把我家的房子宅基地给你的二孙子，你连我爸不是你亲生的话都说得出来。其实我更希望我爸不是你们亲生的，那样还能释然。你们对我爸对我姐妹俩太无情太心狠，都不像是亲爷爷奶奶会做的事。海老头看看那份结果，又看看海童，一时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海童，你叫上你姐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的协商一下，今天把这件事解决了。好。1小时后，战印在管城大酒店安排了一间雅间让爷孙协商。海林、海童，你们现在都在城里扎了根，混得也不差，你们大概也不会回海家村生活的了。你爸妈留下来的房子、宅基地，你们开个价卖给我们吧。你们要是不想卖，那就按爷爷奶奶的占比份额给2位老人家点钱，2位老人家就放弃了继承。房子、宅基地都是你们姐妹俩的，不过要让2位老人家在那里住到百年归西，他们长期住那里也习惯了。爷爷奶奶不仅只生了我爸一个，我爸妈活着时，但凡2个老人家不舒服，都是我爸妈带他们去看医生，也是我爸妈照顾他们，做的再多也比不上你们这些人哄2句好听的话。爷爷奶奶老了，养老的问题不能全扔给我爸爸，我爸不在了，是不能再照顾他们，但我爸的死亡赔偿金等于是全给了爷爷奶奶的，那等于是提前支付了养爷爷奶奶的钱。我爸不在了，你们还都好好的活着，条件也不差，家家都住着自建的小别墅，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。你们不愿意接2位老人家去住，要继续住在我家里，我姐妹俩没有意见。但10几年前，爷爷奶奶和我们姐妹俩签下了协议的，生不养，死不葬，2位老人家养老，按理都是轮流照顾，轮流住，让他们长期住我家。你们难道不该补贴我们一点？海童，你们姐妹俩商量一下，开个价，还是把房子和宅基地都卖给我们吧。我们开价卖房子，你们出钱还是让2个老的出钱？是买下来给爷爷奶奶住的，当然是爷爷奶奶出钱了。不过奶奶生了病后，2老的存款也不多了，奶奶治病后期都是我们大家出的钱，他们可能一下子拿不出太多的钱，可以让爷爷奶奶给你们写欠条，然后让他们有多少钱就先给多少钱，不够了就先欠着。欠着你们还吗？2个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没有了收入来源，他们拿什么来买房？你们兄弟几个出钱帮我把房子买下来，老3那一份，我和你们的妈已经占了房子的份额了。我们现在也没有工作，也没有收入呀，都是靠着儿女养的了，哪有钱掏出来给你买房？爷爷本来是想把3叔的房子和宅基地都给志文的，真要买的话，就让志文出钱买下来，那样志文继承，我们都没有意见了。我在镇上有一栋房子，我不缺房子住，爷爷有财产，我就要分财产，没有财产分，我不出这个钱。爷爷是生了我爸，又没有生养我，给爷爷买房养老，
不应该是我这个当孙子的来承担。海童，要不还是你们出钱买下爷爷奶奶的占比份额吧，让梁老继续住在你们家里，大不了让爷爷奶奶给你们一点房租钱。农村的房收租不贵，一栋房子1个月也就是300-400块钱，爷爷奶奶支付得起。我和你奶奶的钱还要留着养老，房租钱你们给我支付，别说你们养不起我，1个月300-400的房租，几家平分还养不起吗？你们小的时候，我和你妈2个人养你们几个都能养活，除了老三短命早走，你们这几个哪一个不是活得好好的？老三夫妻俩不在了，我和你们老妈顶着骂名硬要了那么多的赔偿款，给谁了？还不是分给了你们，让你们有了本钱去创业，才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过。现在让你们几个养我们2个老的，你们养不起吗？海玲、海童，按比分计算，我和你奶奶分到的份额面积，你们姐妹俩再按我们镇上的地皮价格买下我们的占比份额面积，然后我和你奶奶继续住在你们家里，房租水电由你2个拨1个书平分，你管他们收租就行。10几年前我们和你们签了协议，生不用你们养，死不用你们葬，说到做到，你们也不用再管我们。我还有3个儿子，一堆的孙子呢，还怕死了没人葬。镇上的地皮价是多少钱1平方？5-6千元1平方的样子。你们有意见吗？没意见就按爷爷说的去做了，我会让人帮我写好合同，然后带上公证人回去和爷爷奶奶做公证，重新协议。以后我爸妈留下来的房产，2位老人家就再也没有份了，他们不搬出来，以后你们每个月交房租水电给我们，我们这一房该给的钱也都给过的了，我们不占你们的便宜，但你们也别想占我们的便宜。先过户，虽说房证上面还是你爸的名字，但你爷爷奶奶还在，要他们签字放弃继承，才能由你们姐妹俩完全继承过来。海童，那就这样做吧，你们买下爷爷奶奶占的比例份额，以后爷爷奶奶住在你们家，我们给房租水电费，不过我们也要回家和四叔他们说一声，你姐妹俩明天再带着协议回去一趟，叫上村长他们作证。行。彤彤、战印，我和杨洋回去了。姐，我送你们。不用，姐骑着电车过来的。姐，你去买辆车吧，要不我送1辆给你。不用，姐过2天闲了就去看车，姐有钱，姐自己买，周末比较闲，你陪姐去看看车。